Well, good morning. 早上好， I stand before 今 you 天 today 我站在这里，要向大家传达一个关于史诗狂怒行动的明确讯息。 America 美国正在取得决定性的、毁灭性的、毫不留情的胜利。 without mercy. 在川普总统的直接指挥下， Command of President 战 Trump, 争部于 War 仅仅 Department 4天前的 unleashed this operation early 周六清晨 Saturday 发起了 morning, 这次行动。 just 4 days ago.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记住2件事。 We need to remember 首先，行动才刚刚开始4天， we are 各项指标仍在变化，尘埃尚未落定，更多部队正在抵达。 It's very early. 现在为时尚早，正如川普总统所说， All the time we 我们将投入所需的一切时间， succeed. 确保行动取得成功。 We are only 其 4次， days, 行动才仅仅4天， and the results 但成果已经令人难以置信， 确实是历史性的。 only the 只有 United 美 States 国 of 才能领导这一切， Only 只有我们。 But when 但 you 当我们 add 加上以色列国防军 defense forces, a 一支具有毁灭性能力的部队时， the combination 这种结合对我们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伊朗对手来说， Islamist arrangement 就是彻底的毁灭。他们完蛋了，他们自己也知道 They，know it. 或者至少很快 Soon enough, 他们就会知道的 they'll。know it. 而我们才仅仅4天 Only just begun to hunt, 就已经开始追捕、 demoralize, 瓦解、 destroy 打击士气、 their capabilities. 摧毁并击败他们的能力。 Days in. Starting last night and to be completed 从昨晚开始，并将在几天内，也就是不到1周的时间内完成。 Air forces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强大的2支空军将完全控制伊朗领空， airspace. 实现无争议空域。 Understand what 我希望所有正在观看的各位都能明白，无争议空域和完全控制意味着什么。 all day, all night, day 这 and 意 night, 味着我们将全天候日夜不停地飞行， missiles and defense industrial 发 base 现、 of the 锁定 Iranian 并摧毁伊朗军队的导弹 fixing their 和 leaders, 国防工业基 their 地， military leaders. 发 Flying 现 over 并锁 Tehran, 定他们的领导人以及军事领导人， flying over their capital, 飞 flying 越 over 德黑兰， RTC, 飞越伊朗， Iranian 飞越 leaders 他们的首都， looking up, 飞越伊朗革命卫队。 only US 伊朗领导人抬头望去，每时每刻 every minute 都只能看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空中力量， it's over. 直到我们决定结束为止。 We'll be able to do nothing. 伊朗对此将束手无策。 B2s, B52s, B2轰炸机、B52轰炸机、 controlling the skies, B1轰炸机、 targets, 捕食者无人机、战斗机控制着天空，选择着目标， day long. 死亡和毁灭 We're playing for keeps. 将从天而降， Our 全天候 warfighters 持 have 续。 maximum authorities granted 我们是来真的， by 我们的 President 作战人员拥有由总统和我本人亲自授予的最大授权。 precise and designed to 我们的 unleash 交战规则 our 大胆精准，旨在释放美国的力量，而不是束缚它。 to be a fair fight. 这从来就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现在也不是。 We are punching them 我们正在痛打落水狗，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 how it should be. 到目前为止，史诗狂怒行动提供了2003年伊拉克震撼与威慑行动2倍的空中力量， In 2003, 不包括保罗·布雷默和重建国家的内容。 building. 这次行动的强度是以色列在12天战争中 Israel's previous operation 对伊朗采取的历次行动的7倍。 7 times. 想想看， And as President 7倍 Trump said, 正如川普总统 more 所说， and larger waves are coming. 更大、更多的攻势还在后面。 We 我 are 们才刚刚开始， not 我 deceleerating. 们正在加速，而 Our 不是减速。 capabilities are evaporating by the hour, while 伊朗的能力每小时都在蒸发， smarter and utterly 而美国的力量则变得更强大、更智能、更具绝对优势。 today. 就在今天， And now 更多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抵达。 we will be 现在 using 500随着完全控制了天空，我们将使用500磅、1000磅 and laser 和 guided 2000磅的全球定位系统 gravity bombs, 和激光制导的 which 精 we 确 have 重力炸弹。 nearly unlimited stock. 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库存。 We used more exquisite 一开始我们使用了更精密的防区外弹药， need to. 但现在 Our 不再 stockpiles 需要了。 of those, as 我 well 们这些弹药以及爱国者导弹的库存仍然极其充足， the enemy can 敌 no 人再也 longer 无法像以前那样发射那么多导弹了。 not even close. 他们能发射的导弹 Sherman 越 will 来 have 越 some 少 of。those percentages. 主席将列出 So 其 our 中 air 一些 defenses 百分比 and，that of our allies 所以我们的防空系统以及我们盟友的防空系 sustain 统 this fight 都有充足的余地。 for as 我们 long 可以轻松地维持这场战斗， And as 只要 I 我们 said 愿意。 yesterday, 就像我昨天说的，我们设定了条件。 now you may not see much 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太多，因为伊朗革命卫队切断了全国的互联网，他们故意蒙蔽自己的人民，就像他们故意杀害自己的人民一样。
很多人都在谈论伊朗在最初几天能够发射的导弹数量。可悲的是，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有几枚导弹突破了防线，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6名战士。他们的遗体会尽快归国，我们无疑会为他们复仇。但我把伊朗的困境比作一支橄榄球队，他们预先设定了比赛的前20次进攻。这支球队知道该如何进攻，因为他们最初的几次进攻都是预设的。但现在比赛已经开始，闪电战已经打响，他们不知道该如何部署，更不用说如何聚在一起商量战术了。伊朗的高级领导人已经死亡。所谓的执政委员会本来可能会选出一位继任者，现在已经死亡、失踪，或者躲在掩体里，甚至害怕待在同一个房间里。高级将领、中层军官、普通士兵无法沟通或联络，更不用说发动协调一致的持续攻势了。这对士气可不是什么好事。伊朗空军已经不复存在。它为1996年而建，在2026年被摧毁。伊朗海军沉睡在波斯湾底部，失去战斗力，被大量歼灭、被摧毁、被击败。随便你用什么形容词。事实上，昨晚我们击沉了他们的苏莱曼尼号旗舰。看来总统好像让他们吃了2次亏。他们的海军已经无关紧要了。随便你用什么形容词。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事实上，昨天在印度洋，我们会在屏幕上播放一艘美国潜艇击沉了一艘伊朗军舰。那艘军舰以为在国际水域是安全的，结果它被鱼雷击沉了，无声的死亡。这是自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用鱼雷击沉敌舰。就像在当时的2战中。当时我们还是战争部，我们正在为胜利而战。另外，昨天企图刺杀川普总统的那个部队的头目已经被追捕并击毙。伊朗试图杀死川普总统，川普总统笑到了最后。现在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只是一个现实检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与作战力量的结合将控制伊朗，而且我们很快就会控制。当然，伊朗仍然能够发射一些导弹，仍然能够向平民目标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他们的代理人也会试图攻击我们的使馆、基地和软目标。毕竟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需要以平民为目标，因为他们无法正面交锋。但我们会找到他们，我们会消灭他们。这就是假新闻所忽略的。我们已经在没有地面部队的情况下控制了伊朗的领空和水域。我们掌控着他们的命运，但当少数无人机突破防线，或者发生悲剧事件时，它就成了头版新闻。我明白媒体只想让总统难堪，但请尝试一次报道事实。这场战争的条件将由我们每一步来设定。正如我周一所说，任务重点明确：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及其生产设施，歼灭其海军和关键安全基础设施，并切断他们获取核武器的途径。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弹，在我们的监视下，绝不。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今天对伊朗的道德清晰度如此至关重要。与过去模糊的红线和无休止的谈判，让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并一点点地接近核弹不同，这位总统清楚地看到了威胁，并果断采取行动，不再采取半途而废的措施，尤其是在伊朗最虚弱的时候，不再让德黑兰拖延时间，而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代价。他的领导确保我们有始有终，并通过在敌人再次发动袭击之前将其击溃，来保护我们的作战人员。我们的进攻行动经过数月不懈的准备和完善，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的防御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将保护我们的部队放在首位。
在我们非常公开地增强进攻作战力量之前，我们悄悄地确保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已经到位。随着我们增强进攻作战力量，我们转移了绝大多数美国部队，超过90%的美国人离开了我们的基地，也就是我们说的脱离危险区，脱离了伊朗火力的射程。我们的防御盾牌同样强大，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数千枚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已被拦截并气化，数万名美国和盟友的生命得到了保护。我们推送了所有可能的反无人机系统，不惜任何代价和能力。正如我所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阻止一切，但我们确保在发动进攻之前，已经建立了最大可能的防御和最大可能的部队保护。最后，正如川普总统昨天告诉德国总理梅尔茨的那样，伊朗恶意谈判、拖延、密谋并准备发动袭击，我们果断采取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盟友。川普总统采取了大胆行动，将美国放在首位。美国人民选举了他来执行这种大胆行动。致我们坚定的伙伴以色列，你们正以无与伦比的技能和钢铁般的决心执行着你们的任务。与如此有能力的盟友并肩作战，是真正的力量倍增器，也是一股清新的空气。我们向你们的勇气和贡献致敬。4天过去了，我们才刚刚开始战斗。美国为胜利而战，在史诗狂怒行动中，我们正在这样做。愿上帝的旨意永远庇佑和保护我们的部队。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主席。谢谢你，部长先生。大家早上好，感谢各位的到来。我今天在这里向美国人民和在座的各位通报史诗狂怒行动的最新进展。首先，我怀着深切的悲痛和感激之情，公布我们6名阵亡英雄中的4名姓名。他们都来自驻扎在爱荷华州德梅因的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103保障司令部。他们是科迪·科克上尉、诺亚·蒂金斯1级军士长、尼可·阿莫尔1级军士长和德克兰·科迪军士。对于我们阵亡将士的家属，我们今天与你们一同悲伤，并期待在未来几天在多佛迎接你们的家人回家。出于对其他家庭的尊重，我们将在完成近亲通知之前暂不公布他们的姓名。我和库珀海军上将将在确保所有家庭都得到妥善通知后，尽快公布这些姓名。对于我们的金星家庭，对于我们的伤兵及其亲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我们的国家与你们同在，我们永远感谢你们的勇气、韧性以及对这项任务和我们国家的奉献。正如部长所说，这场战役已经进行了4天103小时。这次行动再次以明确的军事目标发起，旨在瓦解伊朗今天和未来在其境外投射力量的能力。首先，我们正在瞄准并消除伊朗的弹道导弹系统，以防止他们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伙伴和利益。其次，我们正在摧毁伊朗海军，削弱其在中部司令部行动区域，以及正如部长在视频中展示的，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行动的能力。第三，我们正在确保伊朗无法迅速重建或重组其作战能力或战斗力。这些阶段将随着战役的继续而展开。截至今天早上，美国中央司令部正在稳步推进。伊朗发射的战区弹道导弹数量比战斗第一天下降了86%，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下降了23%。他们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发射数量比开战初期下降了73%。他们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发射数量比开战初期下降了73%。这一进展使中央司令部得以在伊朗海岸的南翼建立局部空中优势，并以压倒性的精确度和火力穿透他们的防御。
我们现在将开始向内陆扩展，逐步深入伊朗领土进行打击，为美军创造额外的机动自由。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是如何考虑保持领先于敌人的。首先，在过去的几周里，库珀海军上将和中央司令部团队已经完善了他们在该地区的作战方法。他们的规划人员确定了能够让伊朗在其境外投射力量的关键重心。他们思考了如何隔离关键的脆弱点，并确定了在哪里能够以精确的方式实现最大的战略效果。因此，中央司令部现在已经在第4天从使用远程防区外弹药进行大规模蓄意打击，转变为在伊朗上空进行近距离精确打击。正如部长所说，这是一个弹药从防区外弹药向近距离弹药过渡的节点。例如联合直接攻击弹药，这是一种全球定位系统辅助的自由落体武器，以及地狱火导弹等。这将使联合部队能够对目标实现显著提高的精确打击效果。正如部长所说，油门正在加大，而不是减小。这将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天内对敌人保持持续的压力，扰乱他们的发射时间表，并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施加代价。我知道有很多关于弹药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精确弹药来完成手头的任务，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御方面。但我想告诉各位战友，作为一项惯例，我不想谈论数量。我知道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但请大家知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作战安全问题。让我把地图翻过来。希望我不会用激光笔伤到任何人。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对于那位拿着相机的朋友，我希望我的激光不会反弹伤到你。在最初的几天里，美国联合部队继续沿着南部轴线攻击并消耗弹道导弹能力以及综合防空能力。沿着北部轴线，以色列和以色列空军主要一直在处理北部侧翼的综合防空目标以及中程弹道导弹能力。从海上，福特号航空母舰继续在这里投射作战力量，以及我们在本次简报开场几天谈到的轰炸机波斯。沿着南部轴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继续从海上沿着海岸的东南侧施加压力，并一直在海峡和阿拉伯湾内消耗海军能力，其规模和范围足以应对所需的目标。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打击了2000多个目标。正如库珀海军上将在他昨晚的视频中提到的，我们已经摧毁了20多艘伊朗海军舰艇，除了区域外的1艘护卫舰外，还包括1艘潜艇，并在此刻有效地中和了伊朗在该战区的主要海军存在。正如部长在视频中展示的，自1945年以来，美国海军的快速攻击潜艇首次击沉了1艘敌方作战舰艇。它使用1枚马克思8型鱼雷，立即生效，将这艘军舰送入了海底。我想提醒大家，这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一个惊人展示。能够追踪、发现并击沉一个在区域外部署的敌人，这种规模的任务只有美国才能做到。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中央司令部将继续打击基础设施和海军能力。我们将继续评估我们在军事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需要时间来收集这些信息，并进行途中评估。我们大部分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目前正在搜寻并摧毁弹道导弹发射器和单向攻击能力。我们对这些评估非常精确，我们对这些评估是实事求是的，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另一方面，伊朗的袭击是不分青红皂白，而且是毫不精确的。
他们发射了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超过2000架无人机，袭击了整个地区的无辜平民目标。我们的伙伴正在响应号召，与我们并肩作战，保卫自己。约旦、巴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都在用自己的作战能力，以精确和克制的方式保卫他们的人民。约旦防空部队最近拦截了一群飞往安曼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巴林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正在接近麦纳麦海上基础设施的来袭无人机，保护了他们的人民和关键航运线路。沙特爱国者导弹连阻止了一波瞄准在荷兰附近能源设施的弹道导弹。阿联酋打击了多架瞄准阿布扎比工业区的无人机，展示了速度和精确性。卡塔尔的战斗机首次击落了2架正在飞往他们位置的伊朗轰炸机。这些国家共同帮助保卫自己，并根据需要对敌人投射力量。我们已经进行了大约100小时，正如部长所说。现在还很早，但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这些行动是复杂、危险的，而且远未结束。我们的陆军士兵、海军水兵、空军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太空军战士和海岸警卫队队员仍然身处险境。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风险仍然很高。这是战斗，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在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我请求大家记住，我们所有部署在外的战友，那些坚守岗位、执行任务、维持战斗，并肩负我们国家重担的人。我将回到我开始的地方，那就是记住我们6名阵亡将士，他们将尽快返回家园。我每天都对我们联合部队的英勇和专业精神感到谦卑、感激和鼓舞。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名英雄，日夜不停地在那里完成美国的工作。现在，我和部长将回答大家的问题，请提问。您认为敌人目前的指挥控制状况如何？您能大致描述一下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定性节点吗？我不会描述行动的决定性节点，因为会让坏人知道。不过这是个好问题。我很感谢这个问题。他们的指挥控制结构状况很糟糕。库珀海军上将一直在持续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和其他军事单位施压，并将继续这样做。谢谢您的问题。谢谢您，赫格塞斯部长。我是《每日电讯报》的玛丽·玛格丽特。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凯恩将军。您能详细说明一下我们是如何除掉那个试图刺杀川普总统的组织头目的吗？另外，土耳其国防部表示，北约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飞向土耳其领空的伊朗弹道导弹，这是否会触发北约的第5条款？是美国将其击落的吗？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早就知道伊朗有企图刺杀川普总统和或其他美国官员的意图。尽管这绝不是这次行动的重点，事实上，总统或任何其他人也从未提及此事。但我确保，其他人也确保，那些对此负责的人最终被列入了目标名单。这不是行动的开始。我们当时专注于导弹和发射器。那才是重点。但最终，如果我们有机会打击那些专门针对美国人的人，我们就会这样做。因此，我们最终有机会从空中执行了这项任务。至于土耳其的事情，我需要稍后才能向您详细说明拦截的具体情况。我们知道那次具体的交战，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触发像第5条款这样的事情。没有。带领带的那位。谢谢，我是 BBC 的汤姆·巴格比。关于周6在伊朗南部一所女子学校遭到袭击的报道，政府现在掌握了哪些信息？您个人又了解多少？我所知道的，我能说的就是，我们正在调查此事。当然，我们从不以平民目标为攻击对象，但我们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前面那位系红领带的。鉴于你们所掌握的信息，你们的侦查能力以及你们收集情报的能力，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请问有没有明确的说法？这到底是谁的弹药？我们正在调查。谢谢。谢谢您，部长先生。有报道说，本届政府正在考虑武装伊朗库尔德团体，您能否澄清一下，是否有任何此类计划已经获得授权？
以及国会或地区伙伴是否已经收到通知并被征求过意见。我只想说，我们所有的目标都不是以支持或武装任何特定力量为前提，所以其他实体可能在做些什么，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的目标并不以此为中心。那位穿绿衣服的，请提问。好的，谢谢部长先生，我是华盛顿邮报的麦克林。您能谈谈目前正在进行的去冲突过程吗？你们有2项并行的行动，分别是史诗狂怒和怒吼雄狮，你们如何确保他们不会相互干扰？当然，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谢谢您的提问。我们双方都派驻了联络官，在以色列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同事，同时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体系内的相关指挥控制节点也有以色列国防军的同事。通常情况下，库珀海军上将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保持沟通，我也会在这期间偶尔与他通话。我已经和他通过几次话了，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保持各自独立行动的同时，协调、整合并同步各项活动。我说的一股清新的空气，我是真心实意的。通常情况下，我们从盟友那里获得一些辅助性的好处，这些盟友可能有意愿，但能力不足。当一个盟友既有意愿又有能力的时候，那真的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负责某些目标，他们负责某些目标，我们进行协调，这会产生惊人的效果。这一位赫格塞斯部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发表声明说，对伊朗的行动将以失败告终，这会向我们的敌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又会如何影响我们部队的士气？民主党人唱衰国家，这种戏码我以前就见过，我们这一代人在战场上就见证过。我认为在行动开始才4天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儿，是相当史无前例的，也令人遗憾。正如主席所说的，美国最优秀的将士们正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作战，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也面对着一个顽强的对手，而且他已经听取了我们提供的简报，他知道这次行动有多么有效，他这是在玩弄诡计，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位请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我是林德尔电视台的希瑟马林斯。我有一个情报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情报表明美国必须在你们介入的那个时候介入？我们6月的时候执行了午夜铁锤行动，我们摧毁了他们的核设施。那么是什么情报表明他们又一次构成了威胁，以至于我们需要介入史诗狂怒行动呢？我很感谢这个问题。自从12日战争以来，我们面前的证据表明，伊朗根本无意真正谈判一项核协议，一项真正意味着他们没有核弹途径的协议。他们曾有过机会，贾里德·库什纳和史蒂夫·维特科夫2位世界上最优秀的谈判代表投入到那次谈判中，给了他们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放弃那种野心，但他们没有。我们看到的情报表明，他们不打算真诚的谈判，他们最终打算达到一个可以拥有常规盾牌来阻挡其核能力的地步，正如我昨天谈到的那样。所以我想把是什么和什么时候稍微分开一下。是什么？就是他们杀害美国人已经47年了，他们有数千枚导弹对准我们，他们有持续的核野心，而且他们现在处于有史以来最虚弱的状态。所以什么时候就变成了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嘿，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最合理，才能保证我们确保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的有限目标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是的，这一位，谢谢您，赫格塞斯部长。2个问题，首先，您对伊朗的盟友，也就是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俄罗斯和中共，有什么话要说？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因素，而且我们的问题不是针对他们，而是针对伊朗的核野心。没错，那么在史诗狂怒行动中，是否正在使用任何所谓的完全自主武器或其他人工智能工具？我们有很多自主系统，有一些系统，比如无人机和其他的，都融入了人工智能的元素，但其中很多我不能在这里谈论。好的，那位穿黄衣服的女士。非常感谢您，部长先生。如您所知，中国指责美国入侵了伊朗这个主权国家，而朝鲜与伊朗在核开发方面合作，也已声明致力于保护伊朗。美国对此有何战略回应？我还有第2个问题。
有多少盟友与美国一道对抗伊朗？你有具体数字吗？我认为你们现在看到的是该地区对伊朗敌对行为的回应，以及他们愿意以其海湾邻国的民用机场、民用酒店、民用地点、民用石油基础设施为目标。这些国家原本不希望发生冲突，也不想卷入冲突，但现在意识到这是必须处理的问题。所以，无论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还是沙特，在不同层面上，他们都在与我们接触。无论是他们采取攻势，他们确实在这样做，还是他们给我们提供额外的进入权、基地和飞越权，我们都在与他们非常密切的合作和协作。在防空方面也是如此，这些国家的防空能力非常强大。当与我们的能力结合并进行协调时，就能简化射击原则，确保我们使用更少的弹药，同时提高射击效果。至于其他国家，我也会给出类似的回答。他们与伊朗的情况关系不大，我们将处理伊朗的核野心，这将在过程中发出充足的信号。您如何看待朝鲜呢？穿紫色的那位。非常感谢您，部长先生。我有2个问题，一个给您，另一个给主席先生。您曾明确表示，您不会与库尔德武装，也就是伊朗库尔德武装进行接触，以避免他们从库尔德地区对伊拉克造成影响。但是现在就在今天，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正在威胁库尔德地区，他们明确表示，如果库尔德地区有任何介入，他们将攻击整个库尔德地区，并与库尔德地区开战。您对此有何评论？另外，给主席先生一个问题，鉴于您曾评论说，如有必要，美军可能会被部署，那么在何种具体条件下，您会认为部署美军地面部队是必要的？这样的决定又将如何支持并推进您既定的战略目标？我不会评论美军地面部队的问题，我认为那是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我不制定政策，我执行政策。不过，关于后面角落里帮助美国人撤离的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鼓励该地区的所有人去国务院登记。卢比奥国务卿一直在努力传达这个信息，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我们，让大家去登记。我们还开放了空余座位，当 C-17运输机和其他飞机进来时，会尽量帮助人们撤离。但这确实是国务院的事情。不过我还是回答你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一位。赫格塞斯部长，谢谢你。每日传讯者报的里根里斯，你在开场白中提到了这一点，但我希望你能详细说明一下。有报道称，伊朗可能试图耗尽我们拦截其导弹的能力。听起来你们似乎在说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是这样吗？他们能在这方面耗尽我们吗？伊朗无法耗尽我们的力量。正如我所说，我们将通过军事行动的强度、我们的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确保我们设定这场战斗的基调和节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试图让我们看起来能力有限的各种说法和猜测，我们在这方面唯一的限制就是川普总统希望为美国人民实现特定效果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具体说，你知道的，我们可以说4周，但它可能是6周，可能是8周，也可能是3周。最终我们设定了速度和节奏，敌人将会失去平衡，我们将让他们一直失去平衡。我们知道他们的射击能力与我们的防御能力相比，这个差距每天都在扩大。我们的防御越来越好，他们的进攻能力正在减弱，因为我们正在使用我们所说的拥有数万枚的弹药，并且可以投放无限量的补给。其效果甚至比我们现在拥有的防区外弹药还要好。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说油门正在加大时，油门确实正在加大，并且会一直保持在高位。非常感谢大家。